如花在野，如鹰赴空。青春是鲜活多彩的，如果爱情有时间序列，20岁是赤诚、热烈、勇敢，还是迷茫？在最该心动的年纪，困于圈子，怯于表达，羞于奔赴。默契、坚定选择、方向灯、非诚勿扰，青春季为年轻而来。24位女大学生上场，我们要打破边界，打破沉默。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表白，让青春被看见，才华被欣赏，勇气被喝彩。我愿意。给大学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让优秀的同龄人彼此看见，彼此照亮。非诚勿扰，青春季，等待每一个敢做自己的你。欢迎收看《非诚勿扰青春季》，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磊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真蛋糕特别播出。港荣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真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上父母牵线，帮孩子寻觅一段好姻缘。海量优质资源，真实相亲平台，超1000万用户信赖。父母牵线，中国家长的放心之选。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想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现已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还有数字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日晚21点，会员抢先看；每周二、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非诚勿扰都将在抖音、视频号、爱荔枝、微博4大平台准时同步直播，期待您的加入。有请今晚24位单身的女大学生。长沙师范学院张淑晶，渤海大学胡亚妮，广东海洋大学王诗怡，武汉纺织大学何思琪，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李佳妮，浙江传媒学院张清宇，南京艺术学院王玉婷，华东政法大学周叶仙，江苏第2师范学院姬玉，浙江大学何欣，暨南大学张穗，启宁学院骆延新，西南民族大学马东科，东北农业大学焦新瑶，华中农业大学武明星，北京理工大学林爱锦，北京体育大学石荣，西南大学王树涵，南京传媒学院李可欣，苏州大学赵同欣，四
四川师范大学陈玉溪，山东工商学院姜梦玲，中国科学院大学张淼，广州体育学院郭雨欣。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各位男大女大，你们好呀，我是小林。上一场大家缘分满满，今天要继续勇敢追爱，好好把握心动呀。我们的这个大学生专场播出了之后，反响很好。无论是收视率还是社会各界的反响，包括我都有朋友来问我，啊，听说你们在做大学生专场，我说关你什么事？你都毕业30年了。但是说明关注的人多。对呀。我们也在关注一些高校的事情，比如说前不久，天津大学搞了一个海棠季，他们在图书馆搞了一个人生困惑快问快答，就是让那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你想问什么问题，你写上去。哦。大学生问幸福是什么？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哇，这小学生厉害了！这小学生是个哲学家。这个真的很有哲理啊！那痛苦是什么？就是拥有苹果的时候老想着苹果17。怎么样进入天津大学？开放日我就进来了。小学生太可爱了。好玩。英语、物理怎么及格？怎么及格？在大学能谈上恋爱吗？考上985的秘诀。如果英语和物理都很难及格的话，考上985的秘诀就很难。很难。包有的已经谈上了。别信楼上，我没谈上。我也没谈上。+1+1+1，根本谈不上，谈不上，快来《非诚勿扰》青春季吧。对。我们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再来看一些题目，小学生的题目，让我们台上24个女大来回答；大学生的题目，我们让黄老师、陈老师来回答。哇，小学生的问题，大学生有什么压力呢？来，继续。小学生可以不及格，大学生不能挂科。小学生凭什么可以不及格？回家不挨打的吗？大学生挂科很严重，需要重修。对呀。还有，来再看下一题，怎样才会学会接受离别？哎呦，我好像学不会说再见。哦。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毕业，当时是第1次离别，觉得太难受了。然后我爸爸非常无情地说：“哎呀，你小学毕业当然会哭了，过2天你中学毕业哭得还难过的。”我非常不接受他这样的说法。这个大学生回答好，重逢是世界上第一浪漫的事儿。就是过了多少年以后，我们又在微信群里重逢了，然后还有好多照片发过来的时候，有些名字你都想不起来了，但是那张笑脸你会觉得哇，我们曾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只要往前看，总会有离别，总会有重逢。是的。不离别怎么重逢呢？对，是。好，来。大学生的问题了，来，你们俩好好回答啊！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说看小猪佩奇。小学生回答很有智慧。对，小猪佩奇成年人看也觉得。我也很爱看啊，很开心。对呀。还是那只小学生回答的话，就是吃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你会找到快乐。忘了初心，容易不快乐。你们稍微走点心好不好？哎，我觉得最后这个很好，和女朋友吵架了该怎么？这个问题要孟老师回答。对，换一个女朋友。太烦了。我还以为答案是多看我们节目呢。其实我觉得好的回答都是小学生。对啊。他们看这个世界的角度还没有被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那么多规训。你应该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以他非常本能的那个眼睛看待别人，看待世界。是，我们就说嘛，现在小学生治好了大学生的精神内耗，是的。而大学生青春期又治好了我们很多成年观众的精神内耗。是的。我身边好多观众说啊，看到大学生谈恋爱的样子真美啊。是说这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出走半生，归来仍是童年，就是真的很幸福。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
3位老师好，24位女同学大家好，我叫陶一泽，然后今年22岁，来自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我们来看大屏。想好了吗？想好了。直接去给心动女生戴上手环。我看那个4号的反应很好玩，哇，这是什么玩意儿？好玩吗？这个东西？我第一次见，感觉还挺新奇的。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4号女生，我叫武明星，目前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与种业专业，然后是一名研3的研究生。我是研究马铃薯的，然后平时会在地里种土豆。所以大家可以叫我小土豆，因为我长得也是那种比较小巧可爱的。哇！男生心跳好快，哇，148。你们飞行员能跳这么快吗？小林推荐谁？经综合评估，陶一泽的直推女生是16号女生何西，23岁，重庆人，来自浙江大学。女生自律温柔、聪慧可爱，男生自信开朗、上进合群。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能成为很容易相处的一对桃心恋人。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好，我们来看男嘉宾的高光碎片。哎呦，哦，11岁就高光了，后面的日子你干什么？因为我外公就特别喜欢书法，从小耳濡目染，然后从小就学书法，然后学到大概高中的时候。真的写得不错哎。这个是我上周第一次来南京，然后去的那个书店写的这样一个明信片，就是写了这几句话：敢爱敢恨，敢于舍弃。字儿写得好，是不是就特别爱找机会能够写？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也给各位那个女同学带了一些小礼物。哦，这个是书签，然后上面的内容是根据答案之书上面的。哦。然后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想一个问题，然后上面的就会给你一些答案。哦。汪老师，你可以抽一张。我也抽一张是吧？对。我的问题我想好了。今天能早点下班吗？我来抽一个答案。答案是，你想得美。答案是，别难过，你是最棒的。这意思就是早不了。走。想一个，今天男嘉宾能够全部牵手成功吗？哎，遇上方知有。哇，谢谢，可以。你这个还稍微沾点边。斯人若彩虹啊，很好。我想问个问题再抽。我今天能和你牵手吗？我今天能和你牵手吗？哦，这么直接吗？抽一下。你不会是一个人？你不会是一个人？哇！不会是一个人。可以。
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自己拿到的内容？2号。大家好，我叫李可欣，今年21岁，来自于江苏南京，目前就读于南京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我刚刚想的问题是，今年能否遇到我的正缘？这个答案是现在就是最佳时机。哇！可以，牛啊！人家2号的答案就比6号的要强一点。那我这不是一个人。你更倾向于重音在人是吧？那他这个比我清晰明了啊。对呀。来，22号。我刚刚在心里想的问题是我来《非诚勿扰》能不能脱单？然后我刚刚抽到的就是好运降临。哇！哎，我觉得男嘉宾很有心机，他拿这话鼓励每一个女嘉宾。好，看第一条 VCR。看到这个画面，你一定能猜到我的爸爸是飞行员，因为从小就对飞机和高空很感兴趣。高考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中飞院的飞行技术专业。都说考飞行专业卡严，但其实是卡身形，非常严格，无明显的 O 型腿和 X 型腿。因为家人的关系，相比驾驶，我更想看到每架飞机都平安起落。所以现在的我转到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最近呢也在备考当地的空管局，像塔台、竞技、区调都属于公管。你们的学校有必打卡的景点吗？我们中飞院的是红蓝 buff， 还有固滚、火滚、旋梯，是只有民航学校才会有的训练项目。天空之外，我还很喜欢大海，去马尔代夫潜水，考了潜水证，还去体验了一些刺激的项目。但作为艺人和 J 人，我出门绝不独行，我需要朋友给我拍照，朋友呢也需要我的计划表。我还跟大学宿舍的兄弟们互相学了方言，天福沙他们说我的成都话和贵阳话没区别。你们能猜出我是来自哪里的吗？你们这个学校很有意思，你学的专业是？我现在学的是公共管理，但是我考进去的时候是飞行技术。为什么不继续学开飞机了呢？对，因为我爸妈可能想让我藏在身边。好像你们那个学校全国的有多少90%的飞行员？对，有70%的飞行员都是来自于我们学校。90是功勋机长。哦。然后大家知道的那个刘传健机长也是咱们学校的。哦。中国飞行员行业的天花板了。来，19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你们的那个训练项目，就是有那种好像很高难度的那种什么旋转啊什么的。然后我平时自己就是我连过山车都没有坐过，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虽然你转专业了，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些训练？有参加过，然后那个就会特别的晕，而且那个的危险系数还挺高的。你的这个问题，你今天问对人了。哎呦，哟，这谁呀？哎呦，这位飞行员有些眼熟啊。这位机长，这个飞机就是可以做飞行特技表演的飞机，在天空一共待了10分钟。他说：“我问你的问题，你觉得 OK， 捏着拳头举左手；不 OK， 受不了，举右手。第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把飞机调过来，肚子朝上，头朝下的时候，我看到上面是大地，下面是蓝天的时候。”他飞行了大概有1分钟，等转过来的时候问 OK 吗？我说 OK， 哇，然后他开始旋转，转了大概10几秒之后，正过来说翁老师 OK 吗？我又举 OK。其实下来以后我跟他讲，我说兄弟，我想说 OK 的时候，不意味着你可以继续这么干，来一次差不多就行了。他跟我说，在飞机上吐，停下来了之后再吐，回家之后再吐，夸张一点可以吐到第2天中午。我跟你说，你可以吐3天的。你们学校的男女性别比例是多少？我们学校男女的性别比例是7比3，就是男生大概占78%到80%左右。哦，这么多。女生，你们就读的学校里边有没有比较夸张的性别比例的？季玉。
我是就读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专业。我们学校男女比例是1比9，女生是9，男生是1。我们学校女生都是很会打扮的，就特别漂亮。她的男朋友呢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他选择的余地大嘛？你换一个学校，那些男孩可能都找不着对象，在他们那边游刃有余。哦，还有没有？11号。老师好，我是张淑金，今年21岁，来自山东枣庄，现就读于长沙师范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现读大2。然后我们也是女生9，男生1，整个年级只有9个男生。所以我当时觉得我跟男嘉宾还挺有缘的，但是我抽到了这个标签之后，我心已经凉一半了。我抽了一个不合适，不合适。哦，不合适。那他可能问的问题是，我跟今天的2号和3号男嘉宾合适吗？不合适。咱说不合适，1号比较合适。您是哪里人？山东枣庄人。他是山东人。你是？我是贵阳的。贵州话是很禁欲，然后可以跟大家来一段。好，你来。不敢带你回贵州，怕你走不到山沟沟；不敢和你谈朋友，怕你喝不来赤力酒；怕你不吃包谷饭，这儿跟你又吃不惯；怕你想吃洋芋粑，又讲不来天菩萨。哎，这个跟四川重庆方言就很接近，非常像。贵州话和四川话，我觉得有80%的相似度。对，但是其实如果是成都或者重庆的同学，应该能听得出很大的差别。有人觉得自己的方言很有意思，可以举手，我们来挑3个女生玩一个方言的游戏。13号、16号、3号，来。这个游戏是我手里有一句话，我只给第1个女生看，她看完之后用她的方言告诉下面一个女生啊，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家乡的方言，再往下传，我们看看传到最后是个什么样。好。你是哪里人？我是浙江台州的。浙江台州。完了，台州话太难了。游戏结束了，我感觉结束了。啊，你一个人看。用你的家乡话跟旁边这个女孩说，你说，我感觉我中意上你了。你感觉到了吗？第2个女生是哪里人？我是重庆人，我是来给男嘉宾降低难度的。哦。我感觉我追到你了，你感觉到没有？来，第3个。我感觉我追到你了，你感觉到没得？感觉到了，感觉到了。你感觉到啥子了吗？你感觉到？没有。你是哪里人？就是我是湖南娄底的，然后我就用他们的那个方言，然后回复了他。啊。来，答案是。意思是我感觉我喜欢上你了，你感觉到了吗？还真有变化。其实是有点小差别的。他说我感觉我喜欢上你了，他就感觉我追到你了，那是完成式了。哎，我最近知道我们杭州话有个很厉害的，说那个南宋时期的那个首都从北宋的时候迁到南宋嘛，是从汴梁迁到了杭州。现在我们杭州方言应该是最接近当时的官话的，所以当时南宋流行的那些诗应该是用杭州话读的。哎呀，本地人都喜欢给自己贴金。他是杭州人，他就说南宋的诗都是我们杭州口音。南京人自恋到什么程度？说《红楼梦》都是南京话，是不是的？也不知道。好，看下一条片子。我妈可八卦了她，如果我告诉她我谈恋爱了，她老来打听我谈恋爱的进展，但是她不会干涉，还会给我发放恋爱基金。大3的时候，我有一段感情故事，虽然最终没有在一起，但印象呢也比较深刻。我们接触了大概3个月，我发现他控制欲特别强，
每20分钟就会给我发消息，而且要求我立马回复。啊，如果你在上课呢？也会生气啊，他说上课也得回他消息。2023年3月20日，你小子，于下午晚回信息10分钟，我很生气。他天天写这种，说是恋爱日记，我震惊了，我感觉这是我的罪证日记。我想了很久，最后我还是主动结束了我俩的联系。哎，你说说我优点呗。他是个很外向的人，有他在的地方就不会冷场，而且很会照顾人。我觉得他可能喜欢御姐类型的女生。差不多吧。他得亏跟那个女孩分手了，要不然开飞机回不了信息怎么办？22号。想问一下，你在恋爱中是一个比较粘人的人吗？还是说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对，我希望就是有自己独立空间。我希望就是2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然后就互相支持，互相的去鼓励。15号。大家好，我是15号，我是周叶仙，来自于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专业，现在研一在读。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平时恋爱是每一段恋爱都会告诉家里人，还是说看情况而定？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基本上每一段，但是会就是稍微谈的久一点的话，我会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爸妈其实对我的恋爱其实是很支持的。就比如说，我爸妈知道我谈恋爱以后，就会告诉我啊，男生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多花花钱呀，给女生买一些吃的或者是喝的，这样。我是没念过大学，我要是上大学，如果我妈也肯谈恋爱就给我钱，我能骗我妈不少钱。14号。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如果说你家里人很不喜欢这个女生，但是你非常喜欢，那你会怎么选择呢？我觉得首先看我个人的喜欢吧，然后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东西都比较能磨合。然后的话，如果是父母不是特别喜欢的话，我应该会在中间当一个就是和事佬的这样一个关系，对。5明星。我的妈呀！你让子弹飞一会儿啊！还有人要面吗？没了，我们就说话了啊！来。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你在短片最后说你喜欢御姐类型的，但是我感觉我不是御姐类型，我是甜妹型的，那你为什么会选我做心动女生呢？对，因为我比较看重就是第一感觉，就是感觉来说对我更重要一点。9号。大家好，我叫李佳妮，来自浙江温州，现在就读于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的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如果把你的空余生活分成3个部分，分别是社交、独处，还有陪伴恋人，然后满分是10分，你会怎么分？我觉得独处和陪伴恋人是可以放在一块的，就是和恋人陪伴，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相处。他把有女朋友在旁边也叫独处，当他是空气。不是 ，no。最后一个问题，3号。大家好，我叫石荣，来自湖南娄底，目前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然后同时我也是一名举重运动员，练习举重已经有11余年了，曾获得过第13届湖南省省运会冠军。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接受异地恋这种情况吗？其实我本人不太喜欢异地恋，但是如果实在要异地的话，我会跟他说，比如说我们半个月或者是1个月要见一次或者什么。如果时间久了，问题多了的话，就会想办法怎么解决掉这个异地恋这个问题吧。你说要解决异地恋这个办法，是解决这个人，还是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和这个人一起解决这个异地恋这件事情。哦，好的，明白了。有请3号、4号。3个人的心跳。哇！
好冷静啊！今天好天哪，明星好平静哦。武明星，你心如止水，我感觉。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武明星，快乐制造机、粘人小调皮、心动捕捉员。快乐制造机吧，第一个。笑点超低，自带搞笑属性，只要自己在的场子一定不会冷。哎，这跟男嘉宾很像哦。诗荣，反差感的我，敏感内敛，力量感。反差感的我。嗨，我是石头，在生活中呢，我是这样的，爱笑爱闹，偶尔犯点小迷糊。朋友说我像个没心没肺的小太阳。但是，一到训练场上，我就立刻变成了这样，眼神是坚定的，动作是干脆的，汗水啪嗒啪嗒掉下来，队友说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话，我会说我是双面派。这个不是贬义的那种哦，而是生活里柔软，训练时锋利。能嘻嘻哈哈，也能咬牙死磕，松弛有度。哇！你要跟他谈恋爱，出去你也不要主动惹事儿啊。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就是想出去毕业旅行，你们最想去哪里？我最想去的地方是重庆，对，因为我之前也就一直在队里面训练，就没有机会去各个地方旅游，所以就是我也一直向往说想去重庆看一看。因为我之前去过的城市一般都是南方，然后我就想毕业的时候去一个北方，比如说新疆，看一下美丽的风景，然后去放松，治愈一下自己。你想去哪儿？就是我想去海边吧。哦。我们看一看心动的那个女生有没有留灯，是吧？嗯，对。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一个人去海边。要么和他去重庆，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一个人去海边。我觉得自己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可能在现场的话，表现出来自己是不太需要恋爱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我自己是渴望这段关系的人。我觉得爱情和亲情是可以兼顾的，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平衡这一段关系，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陶宇泽，来自贵州贵阳，然后现在是空中管理专业。平时生活中我喜欢跑步、唱歌、跳舞，然后喜欢比较粘人的女孩子。如果屏幕前的你对我感兴趣，欢迎来联系我。女嘉宾最多灭灯的那个问题是关于，如果说我跟你谈恋爱，父母反对的话会怎么办？对，是的。因为男嘉宾在说他职业选择的过程当中，本来是做飞行的，但是因为父母的要求要他在身边，所以他到地面工作了，所以他把父母的意见对自己的职业影响放得很大，因此大家就会在想。我们的关系当中，父母的意见也会左右你的意愿呢？但是他的回答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差强人意。啊，我会做中间人，那女生会听起来，哇，天哪，那有可能会有长时间的拉扯。大面积的灭灯的那个点，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可以想见家庭对他施加的影响有多大。他说我会在中间做好协调，这句话是标准式的男人回答，应该出现在什么时候？是结婚以后。我还在跟你谈恋爱，
如果确定是你爸妈不喜欢我，你觉得这个协调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所以这个都是一些隐。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他可以换专业，他可以换工作，可以换女朋友，但是这所有的前提是他是自己喜欢的，他为自己承担。是。《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同学，大家好，我叫刘斌，今年25岁，来自海南大学。海南大学，你是哪里人来着？我是河北人。河北人。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我们来先选心动女生。直接上去把手环给心动女生。小林推荐谁？经综合评估，刘斌的支推女生是20号女生王树涵，21岁，重庆人，来自西南大学。女生外冷内热，冰雪聪明；男生活力四射，热爱探索。两人都追求浪漫激情，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可以成为说走就走，共同探索世界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我们来看男生的高光碎片。海南大哦，这是录取通知书啊。为什么选这个当做我的高光时刻呢？因为我初高中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很好，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算是一个小逆袭，然后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然后父母也比较满意，所以说把它当做我的一个高光时刻。哦，这是哇哦，这个是我从家去学校的一个路程，将近3000公里。哇，当时就是我报志愿的时候，一个淮河以北的学校都没有报，全部报的南方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北方长大了，我想去南方，但是既然要去南方，我就去最南边。女生离家最远的上学的有哪个？11号。我是山东枣庄人嘛，然后现在在湖南长沙上学。我觉得山东和湖南离得也挺远的，因为我每次开学要坐6个半小时的高铁，我觉得屁股都要坐烂了。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离家远一点我当时想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因为我是杭州人嘛，但我爸爸妈妈就对让我去考的上海，他们就觉得上海离得近。但后来我研究生去了莫斯科大学，我学俄语。这个有点过于北了吧？对对对，17162人生轨迹。对，但是我爸爸有一句话当时跟我说的，他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所以呢，他就说世界那么大，你能走到多远，你都去尝试一下。陈明就在家门口。我的人生轨迹，我这都没法用地图来画。我的人生轨迹可以走共享单车去。这样说，我人生太渺小了。世界那么大，你不想出去走走吗？太狭窄了。工作以后走吗？现在到全国各地做节目。是个。好，第一条片子。此时，我们来到了一座双一流高校，这里有很多现代智人充分接受信息，而男嘉宾却如此不同。他没被屏幕、网络、数据驯化，像猿人一般向往露天、丛林、雪原，靠体温与毛发抵御寒暑。他精心雕琢了这副能适应户外长途奔袭的肉体。我最疯狂的一次行程是一个人
1个月独自穿越蒙古加俄罗斯的地狱级行程。你就是海南大学土木王刘冰。我不姓王。我们的祖先因善用工具建立起了种族优势，而他因善用工具发展了副业，手串定制。旅行多，花费就多，钱光攒是不行的，还得有进项。他不喜欢居住在高度科技化的房间，会去亲近一些小动物来丰富自己居住的洞穴。我很喜欢小动物，大学期间养了11只鹦鹉、1只豚鼠、1只仓鼠、1只守宫。临近毕业，全部运回老家了。我也养鱼，对鱼缸造景特别感兴趣。我跟着网上教学，一步一步制版自己的小玻璃缸，就像把大自然搬到家里的感觉，很惬意。我觉得我的性格既不像鸟，也不像鱼，更像是一只小狗，会热情陪伴你。可你的头像是一头龇牙笑的大傻驴。傻驴太好笑了。男嘉宾的片子里边可比本人帅了好多。谢谢老师。你刚才的那个最后的那个驴是你的头像是吧？对，那个是我的头像。这种头像让女生会有想聊天的愿望吗？因为我的幸运色是蓝色，然后那个驴的话笑得很开心，我就拿它当头像了。我想问一下，女生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用什么样的头像，用什么样的聊天背景？7号。我的朋友圈背景是我自己参加了一次画展的，就是摄影师拍到的。然后那一幕呢，其实还有下面一张照片是我教小孩子画画，也是被摄影师拍到了。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专业是师范专业嘛，所以我觉得传递美好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热爱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小可爱。10号。我的头像是我自己当时高1的一个照片，但是我所有的朋友用的头像都很抽象，就比如说那个男生那个驴特别戳中我，就很喜欢这种头像，很喜欢跟这种人聊天，感觉特别有意思。哎，我就想起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头像是非常能够表现年龄和职业的。比如一朵荷花，基本上都是你们的妈妈，是吧？我这么一想，我们台长的头像，海面上万丈金光。哇，你看看这符合。70后、80后。哦，年龄。头像焊死不换，主打岁月静好中年人套餐。质朴自拍照为主，低调稳重是他们代名词。90后是和气生财。00后的头像是自由天花板，彻底放飞不内耗，天天换头像，天天换吗？还好，可能分人。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你养的那个小鹦鹉，这些有没有视频啊？有。这是桃面牡丹，这是玄凤和虎皮。好漂亮啊！这个颜色太惊艳了吧！我本身喜欢养很多的小动物，然后我自己在宿舍有11只鹦鹉。这是啥？这是我养的豚鼠。女生们有没有养过奇奇怪怪动物的？20号。因为我是学残学专业的，所以我们会养蚕。还有这个专业啊？对，就是因为它属于是一个模式生物，所以我们的很多科研以及实验都是围绕它展开的。然后我们需要去饲养不同品种的蚕，进行一些实验，然后获得一些新的材料，然后。22号。我之前其实特别害怕这种尖嘴的生物。但是呢，我姐姐她也有养鹦鹉，然后我就接触这个鹦鹉嘛，然后我就发现它其实特别的可爱，然后你跟它熟起来之后就特别的亲人。鹦鹉和八哥哪一个学人说话学得更快更厉害？鹦鹉可以说话的是金刚鹦鹉、和尚鹦鹉，然后或者月轮鹦鹉这种还没有开放在动物园里面的鹦鹉是可以说话的。你养的这11只里面有几只是可以？他们会聊天吗？平时？他们不会，他们只会哼歌。都是哦，你养了个乐队呀。
23号。我刚刚有看到男嘉宾的片子里面介绍自己很喜欢户外的运动，然后也是跟大自然有很多的接触，也喜欢小动物，所以我特别好奇你对于自己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是什么样的？是生活在都市里，然后按时去探险，然后家里面养这样的动物，还是说你想要去定居在一个更加自然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看情况吧，就是我遇到合适的情况，我可以定居在这里，然后定期出去，然后也可以就是住在一个乡村里面，就是享受这个宁静的环境。好，谢谢。你最疯狂的旅行路径是？最疯狂的一次是我今年1月份从蒙古到俄罗斯的1个月的行程，我自己一个人去的。这个是蒙古乌兰巴托，他们的首都。乌兰巴托的夜。哦，好美啊！这个是我看极光的时候，在摩尔曼斯克那边，北冰洋附近，然后去看到了狐狸。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极光。我第1天我没有看到，我后面连着追了3、4天我才追到。我一直以为极光是不怎么动的，然后我亲眼看到它的时候，它原来真的这么鲜艳，而且像河一样在那里流淌，就真的很震撼。哇！我好奇人看到极光什么感受啊？我告诉你，你脑子里就会出现什么叫宇宙，我们生活在什么星球，这些词儿你都想起来了，拓宽了认知。然后你就会觉得那种渺小感。哇哦，不知道是看血缘还是看肌肉。我在俄罗斯还认识了很多俄罗斯的朋友，因为我高中稍微也学过一点俄语嘛。然后第2张那个合照是在火车上，从贝加尔湖去莫斯科的一个85小时火车，然后那是一群去莫斯科看画展的高中生，然后因为太无聊了，他们有带扑克，我教他们斗地主，斗了2天。我在这里。哇，这个是我在杰里比尔卡北冰洋边上拍的。哇哦，我在这边。当时处于极夜，就是一直都是黑的，全天黑的。下雪了还好。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到河北。我在河北的北冰洋。这个旗子还有一段故事，就是我在蒙古的时候，火车站遇到了一群中国人，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们搭话，是一群广东人，然后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河北的，他们从包里掏出这个旗子送给我，让我帮他带到北冰洋。你看搞文旅工作的，你看这么一个好的宣传语，它就是让人记住。10号。男嘉宾你好，刚刚听你说了这么多，感觉你的生活特别的丰富，又是徒步又是旅游，然后但是你又很像那种老式小孩，就是比如说去逛那种集市，做手串，又养小鸟啊什么的，所以想问一下，那你本人在生活中跟恋爱中大概是哪种类型的呢？生活中的话，就是算是比较热情嘛，跟恋爱是一样的，就是比较热情一点。然后我比较粘人，说实话，就是总想让人陪着，就是出去玩，到处走。就是平常自己在宿舍很无聊啊，然后我就想出去到处结识朋友，这也是我出去的一个原因。不无聊啊，11只鸟做手串出去玩。你这个徒步的包，导演跟我说你那个装备很夸张，里边有多少东西啊？很重。我那个包有40斤，然后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是背着过来的，因为这里结束之后我就坐飞机去云南继续徒步。这个里面是帐篷，还有睡袋，还有我做饭的东西，还有一些保暖的衣物。那你这么黏人，你一个人老是徒步，会不会觉得孤单呢？对呀。你出发的话，可能找不到相同爱好的朋友，但是你走在路上都是朋友。就有一个互动游戏来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互动游戏怎么玩。听到想要体验的是就跑远，规则如下：
互动过程中，男大女大需一直牵手。我将依次说出要体验的事，听到越喜欢越想要体验的，就跑得越远。奔跑过程中可以挣脱对方的手，但新一题开始前需保持牵手状态。哦，想玩这个的举手，我看看谁想玩。17号，你来。先牵着手。哎呀，哎呀，有点搭呢。好，出题。去三亚海棠湾跳伞。哎呦，很默契。请归位。去澳门塔蹦极。哦，请归位。更喜欢了。去哈利波特取景地巡礼。这个我想去，这个我想。走两波，走两波，女生不想去，这不想去。女生完全不想去。在漠河北极村滑雪。滑雪，哎，这个可以。不走吗？不走吗？我怕冷，怕冷。请归位。最后一题。去雨崩徒步。这个好玩，这个走。我要下班了。往前一步是幸福。好吧，谢谢17号。看下条片子。什么破夕阳，美成这样？这个氛围好适合谈恋爱呀。智人善用计策，有时主动拉开距离，反而是直白的羞涩。啊，不适合吧？这么热，牵手都黏得慌。但这是不解风情的人，他只谈过一次恋爱，自述异性缘较差。我觉得谈恋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就是有明确的表白，然后在一起，一直暧昧不清拉扯，很不负责任。然后我觉得恋爱一定要明着谈，比如发朋友圈官宣，或者介绍给朋友家长的那种。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大学生男女 CP 关系一览。他只接受第一种，但女友似乎不止拥有第一种。这是一则通知，通常是上级对下属的沟通方式。这是感情下位者的3连发，没有分享的义务。他总是这样，结局就是你喜欢大海，我喜欢过你。毕业生表白会送对方什么呢？第2颗纽扣吗？纽扣过时了吧？这个行，就送这就行。14号。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你会谈恋爱的话，就会想要官宣发朋友圈。那如果女生这个时候说，我想等稳定一点再发这个朋友圈，再去官宣，你会怎么想呢？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嘛，毕竟这是2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看对方是什么想法，然后商量着来嘛。我说的是，我上来就发朋友圈，就是首先把自己的诚意拿出来，然后对方如果不乐意，也可以再商量。16号。刚刚男嘉宾提到，就是说不能接受不清不楚的暧昧，因为我觉得暧昧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期，就是我觉得应该享受暧昧的过程。那男嘉宾觉得，就是暧昧的过程应该是大概持续多久，我们才能确定关系呢？我觉得还是看2个人的感觉走到什么地步吧，但是也不要太长时间。因为太长时间就有一种好像就是不负责任，我只是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女生其实她想，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来认识这一个男生，她相当于跟你确定关系，也是对于自己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考量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会逼迫他就是快速的进行一个抉择吗？我不会逼迫，就是这个也是双方的嘛，就是有什么我们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们沟通着来，就是你多久觉得可以，或者是你觉得哪个不可以，就是我们都可以商量着来，然后也不会存在逼迫啊什么的。好的。2号。我想知道男嘉宾为什么会选择毕业礼物送这个海大的一只熊？因为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就是送女生的话，也会选择送这一只熊吗？一个是比较有纪念意义吧，然后我本身比较喜欢动物，所以选择了这个。好的，谢谢。9号。你好，我看到你短片里面说你只谈过1段恋爱，我想知道追你的女生是很多你不喜欢，还是说没有追你的女生呢？我觉得应该没有，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迟钝吧，就是有的话，我感觉就是没有感觉，然后就礼貌的拒绝。他迟钝，他的时间都玩鸟去了。最后一个问题，7号。就是男嘉宾你好，你说你是一个非常粘人的人，我想知道你的粘人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就是需要每天都要会发消息，1周见1次这样子类型的吗？见面的话，可能2个人有事情会忙，然后可以商量着来。消息的话，肯定是要一直发的，就是。那如果女生有个事情没有办法及时回复你，但是她那个事情也是，很突然、很紧急的，没有来及跟你说，可能一上午不回你消息，那你会觉得，就是之间会有问题吗？那忙完事情之后再说明情况就好了。好的，谢谢。现在留自盏灯，除了5号之外，上去别掉1盏灯回来。有请7号、18号。有请5号。我们先来看看心跳。哇！看看这个女生的基本资料：焦心瑶、我的浪漫、心动信号、快乐一家，选一个。我的浪漫吧。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主战场实验室。实验仪器与化学试剂是我的日常，在分子间寻觅浪漫，为每一场相遇预设化学反应。书页翻动时，让知识慢慢发酵，在书里沉淀自己，也是一种浪漫。私下里，我也是个十足的铲屎官，面对这2个小家伙，我总是毫无抵抗力。于实验室中探寻自然的馈赠，亦于此处与更好的自己相遇。非诚勿扰，我来啦！马东科，辣妹子本辣，我的一天，理想的他，我的一天。拿本书到外面坐了一下午，翻了几页，抬头看了好几回天，感受春日美好。春天就是这样，它不催你，你就别催自己。风吹过来的时候，觉得这一年总算有个像样的开头了。际遇，期待这样的你，勇气合伙人，解锁我的生活副本，解锁我的生活副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艺术家小鱼，这是我的周末。作为美术学师范的学生，我的周末都是在看展览跟办展览当中度过的。从小喜欢绘画的我，让绘画成为陪伴我最长的事情。进入大学没有选择悠闲的度过大学时光，而是不断挑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我的爱好非常广泛，足球、乒乓球、跳舞等等等等。当然啦，我也是特别爱吃的女生，是一个资深的美食家，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那个同频的你。拜。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我们出去旅行，提前做好了计划，但是到达景区发现它没有开门，你会怎么做？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如果正常的计划不能进行，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当地的特色啊、饮食，这些我觉得都很好。
我觉得旅途的美好不一定就是说计划好的事情都能按部就班的完成，其实也是很多计划之外的收获，会成为2个人很美好的回忆。我是一个超级 J 人，我会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得很完整。但是如果到那个时候被打乱，其实我内心是非常的慌乱的。但是我会找一个咖啡馆呀，随便坐一坐，然后再继续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我们来看看心动女生有没有留灯。那现在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我看了你们的 VCR， 然后我发现这位女生她就是也很喜欢健身，而且很热爱生活。然后对处理事情也很细致，很打动我，所以我选择。哇！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又意外又惊喜，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我选择他的原因是，看到他短片里面他健身的视频，然后还有平时做实验啊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画面，觉得他很热爱生活，而且尤其是健身这个点，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健身搭子，这也是打动我的一个点。我明天就准备去成都，然后去徒步旅行。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徒步旅行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我很想尝试新鲜事物，所以愿意和你一起去成都徒步。那我明天一起出发。好。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哇，这小伙子的特点，我觉得刚才那个10号总结的特别好，说他像一个老年的小孩儿。他有这种气质，你发现没有？老小孩。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观众朋友好，老师好，我叫陈俊普，今年23岁，来自四川传媒学院。本嘉宾由爱理之推荐。还有谁是四川的？举手看看。马东科。1号。还1号。1号，1号在哪里？我在四川成都。我也是成都。我也在成都。哎呦，四川就这一个城市啊。高笑。好，我们来看选心动女生。哦。直接上去给心动女生戴手环。这就是命中注定，不管这世界，我们是否已开启，只想问你愿不愿意。小林推荐谁？经综合评估，陈俊普的支推女生是1号女生陈玉熙，20岁，四川成都人，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女生内敛温和，独立上进；男生情绪稳定，感情中细腻敏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优势互补、有趣甜蜜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我们来看一下男生的高光碎片。哦，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呢就十分的热爱音乐，但因为学业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尝试这个新鲜事物。但自从上大学之后呢，我有个舍友，
他是一个 rapper， 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在他的介绍之下，我了解了很多音乐知识，于是我自己也尝试去做一些歌。大家也可以猜一下这首歌是我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失恋吗？失恋。老师，请放一下音乐。手边倒数的日历，印发黄的墙壁，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将房门紧闭。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却下不了笔，和他的点点滴滴充斥着我的记忆。手里握着话筒，说不出对他的情话，就像握不住他20岁最美的芳华。大学后，他总是一个人孤独的在家，直到一天发消息说：“宝贝，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写的呀？这是什么状态下？这首歌是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当时也是刚离开家，第一次出远门上学嘛，然后很久没有见自己的家人了，然后我妈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说我挺想你的，我当时眼睛一酸，我说我要为我妈妈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要给她带来一首好的歌曲作为她的礼物。哦，好，哎，7号都点赞，好。哎，你唱完这首歌的时候，你妈妈什么心情啊？我觉得我爸妈他们挺爱我的，就是不管我唱的怎么样，在他们眼里肯定是最好的。对。他们没当过爹妈，你们俩当过的，有没有这种对于孩子的这种感受？有没有什么？因为我儿子去读大学嘛，我就觉得哎呀很失落，有差不多。老母亲、老父亲回忆起了好多事儿。来看第一条片子。我叫陈俊普，一个标准的 I 人。刚进大学时，我就像进了大型的社恐现场。还好我遇到了贵人们，学长学姐带我勇闯新手村，带我去吃好吃的，告诉我怎么做好大学生涯规划，还带我出去工作，增长了很多见识。这也算是成功向上社交了吧？每个 I 人身边都有一个艺人，而我的艺人室友是个 rapper。在他热情主动的介绍下，大2那年，我终于认识了班里所有的人。同学眼中的我呢，可能是这人好高冷啊，但是在我的眼里啊，可能就是这人谁啊？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每次遇到小组作业，因为我不好意思主动组队，所以只能下课偷偷的问老师哪里有空缺，然后请求加入。每次在组里啊，我的角色就像是沙师弟，天天说大师兄说的对，二师兄说的对，偶尔还要调和矛盾，任劳任怨，绝不抱怨。不过别说啊，常规生的小组作业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享受一个人宅在宿舍，几平米就是我的乌托邦。我一宅一整个假期不出门，多亏学校研发的 app， 外卖直接送寝室，爱人可以足不出户。除了这些，这个 app 既可以是二手集市，也是匿名树洞，还可以在上面知晓各种校园新鲜事儿，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校园生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的校园生活都是什么样的呢？你这个 INTJ 其实是确实不是那种特别擅长社交的人。对，是的。你能看得出来陈明也是这种人吗？他也看不出来。对呀，我也看不出来。孟老师不也是吗？对呀，那我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你们在台上话多是真的是为了工作呀？这只是一方面，我们比较居中一点，他可能在那个90%哀，我们可能20%哀，有可能，女生里边有没有在大学刚去的时候就有这种社交恐惧、都社恐的那种感觉？10号。其实我没有上大学之前，然后我的MBTI 是 ENFP， 就是快乐小狗，特别的外向，就是感觉狗来了我都可以跟它唠2句的那种。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我们班同学都非常的社牛，就是大家都特别热情，然后让我的 MBTI 全变成了 ISTJ， 就是感觉不需要我主动去跟别人沟通，大家都可以跟我唠很久。你是到大学变异了是吧？有一点全变。6号。我在大学中，其实我是一个 E 人，但是我其实也是非常社恐的一个人。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朋友让我进入他们的社团，我就躲在我朋友的后面去进行的一个自我介绍，非常的社恐。但是现在就慢慢的成长起来，并且后面和社团的同学们都玩得非常好。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对，是的。这个专业的人，我想象中应该都是会那种乐于表达且善于表达的人。你不是这个专业，你也是 I 人啊。我也没学过这个专业。我们这是不是还有传媒学院呢？有，应该有很多传媒方向。对。有1号、2号。男生是四川传媒学院，我是南京传媒学院的。对，那1号呢？我也是学播音的，但是我也是 I 人。哦，你是川师的播音，对，你是四川传媒的播音，都在成都。对，是的。哦，有没有可能他们2个同时毕业了之后，同时被川台招进去播同一档晚间新闻？做搭档，一起上下班。我最近几个月和新闻中心的几个人在一块吃饭，每次到了之后说，哎，那谁出来没有？不知道，你打开电视看他在不在上面，不在就是出来了。他们播的那档节目就是吃饭的那档直播是吗？对。你说一说你们的小组作业是个什么样的？说2题，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小组作业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老师比较特殊，他平常给我们加分比较少，但是有一项加分很多，就是你们如果在路上遇到那种特殊紧急情况了，你进行一场现场报道，这个加分有很多的。就有一次，我跟我同学，我们一块在吃饭，吃着吃着，旁边店里面着火了，我们报完警，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一个人拿着手机，一个人拿着摄像头，我们就去，把这个事件播报出来，拍下来，然后发到那个小组作业里面，让老师给我们加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充满挑战，挺有意思的。2号。就是我们这个编导专业，我们其实就是会在我们同专业里同个学院里组建一个自己的那种学生剧组，然后大家分别去担当摄影、灯光、美术这样各种各样的职位，然后我们会拍摄就是这种微电影或者是微综艺，然后这学期我们还会拍就是文旅短视频，像我们在南京就可以去拍南京的那种就是烤鸭、盐水鸭这种，就是这种拍摄作业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他们聊的这个话题，真让我感觉到是2个时代。你们能相信我曾经播过很多年的新闻吗？当时我们那个团队，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南京零距离曾经也是属于教材级的。为什么那个节目那么生动，那么多人看？因为我们有一支极其庞大的通讯员队伍，上百人的团队，在这个城市的4面8方。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通讯员，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每天他们拍回来无数海量的内容，我们在里边选，才能出现每天1个小时新闻直播那么多生动的东西。你要会拍就有门槛，你要会剪辑，要上剪辑台，那是线性的。而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妈这种80岁的老太太出去旅游，拿着一个手机就全部取代了这个上百人的通讯员的团队，生产模式都彻底的变化了。你看，你说对传统媒体有多么大的挑战？刚才片子里边是不是提到你们学校有一些，就是你们学校的这个 APP？ 对，我们学校这方面还挺发达的，就是它为了学生的方便提供了很多软件，有交友的，有外卖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能送一些急救药物的。我印象中，现在高校里面送餐啊这些好像有专门的校园骑手，是不是？这个我们学校其实做也挺好的，就是，它有一部分是本地的叔叔阿姨，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勤工俭学的同学，就不仅跟他们发工资，还会给他们加一些学分。我建议后一种好，真的。
本校这么多学生，他有些就有自己勤工俭学的意愿，你就让那些孩子们自己挣点钱多好呀。那其他同学，你们校园有专属的 APP 吗？11号。有，我们学校有一个软件叫智慧常识 APP， 那个软件也是非常的人性，就是学校如果有空调，然后有洗衣机或者是下水道堵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上报，然后很快就会有员工来修，而且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就是外卖或者是自行车丢失的话，你也可以上报，然后去调监控，也是非常的就是人性化。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们学校它也有一个小程序叫师山有影，就是有的学生他不喜欢去图书馆学习嘛，他们比较喜欢去教室学习。那么这个软件我们就可以查询到哪些空教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教室里面去进行一个自习。我看1号挺想跟你说话的。1号愿意跟我探讨一些关于我们专业的问题吗？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天哪！我叫你问，不能叫你瞎问。我给你推荐一个更刺激的，我们找3个女生上来玩一个互动游戏，想玩的举手。8号、9号、10号。哇，8、9、10。我们这个游戏叫《爱的魔力转圈圈》，4个人他们都带上了这个腰上的这个像护具一样的玩意儿，2个人一组，这个一头已经绑上了。那边一个也绑上了，另外一个人呢就得把这个粘上去，转圈儿，全程不能用手，直到把这个彩色的全裹到另外一个队友身上。是，看谁快是吧？好嘞。是2个女生厉害，还是男女搭配厉害？准备，开始。哇！他最后扶一下，头晕了。帅哥，扶一下，你的搭档被你帅晕了已经，谁获胜了呢？颁奖嘉宾来签名。来提到这个颁奖嘉宾，我们要感谢港荣蒸蛋糕为今天获胜的这一组带来的小小心意，希望你们争心争义，然后所有的爱情都可以蒸蒸日上，好不好？感觉你们组速度更快，恭喜！要不也还是带一盒回去吧？啊，来，谢谢。看下一条 VCR。我的2段情感经历都发生在大3。第一段感情经历呢是朋友们介绍的，因为都在四川读书，我们经常互相照顾，后来顺其自然的就走到了一起。我以前一直觉得频繁出门，时刻维持最好的状态去约会，其实是一件很耗能量的事情。但是啊，面对喜欢的人，我依然享受跨越1小时车程见面的过程。后来随着学校小组拍摄任务的增加，连轴转的生活节奏让我很难恢复消耗殆尽的精力。周末他是比较喜欢去约会的，但是我由于学业的原因，我平常5点就要爬起来去拍小组作业，拍完之后呢，可能就中午了，然后我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车程去陪他约会。如果没有作业的话，我可以多陪他一会儿，但是其实大部分情况是我陪他简简单单的约过会之后，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车去回到学校，再去拍我的作业。他时常不理解我的忙碌，偶尔没能及时回消息，抽不出更多时间去约会，他都会生气闹情绪。真正让我受不了的是，他总是把分手挂在嘴边。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接我电话？为什么连给我点的奶茶都不是我喜欢的口味？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找我？分手吧，分手吧，分手吧！我觉得分手是很郑重的事，不该被拿来试探。直到最后一次，他再次提出分手，我没有再回头。学生时代的心动总是来得很突然，甚至后来回想起来都觉得有些难以理解。后来啊，我的 rapper 舍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哭得梨花带雨，那一瞬间，我心里的保护欲立马就上来了。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这种状态成为了我们以后相处的日常。她年龄比较小嘛，特别依赖人，不仅24小时随时都会给我发消息，每次见面还一定要搂住我的腰，挂在我的身上。喂，君普，君普，
生活里、学业上，每次遇到一点儿不顺心，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而是会哭着来找我。经常凌晨2、3点，他会突然哭着打电话过来，让我立刻去找他。后来我眼睛出了点问题，然后想做一个小手术，就很认真的跟他说，我希望能够回老家，更便于术后的恢复。但是他根本就不在意我的眼睛到底好不好，他就只在意有没有人陪到他身边。于是这点我们产生了分歧，我就觉得他不是特别的在意。长时间的消耗让我感觉非常的疲惫。终于2个月后，我主动提出了分手。经历过这2段感情，我才明白，我需要的是并肩走的伴侣，不是时刻要让我抱着走的小孩。我希望彼此能够互相支撑，更加的从容。哇，天哪！突然灭灯是在哪一块啊？那个女生说，对，希望更多的时间和陪伴，然后动不动就说分手，然后男生就好像就分了。女生用灭灯来告诉我们也是这种人。最后一个问题，20号。因为我知道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女生也比较多，然后其实大家性格也很好，然后长得也很漂亮。如果你未来的女朋友跟你也不在一个地方，你觉得如何处理好就是跟这种身边异性的这种关系呢？这个我会尽量给足她安全感，就是像我之前的前女友的话，我是把我的账号、把密码全部告诉她，她如果不放心，她是随时可以登上看的。那你觉得你的女朋友需要把这些给你看吗？这个我没有强求过，但是她愿意的话，我也不会拒绝。好的，谢谢。如果你的男朋友把这些密码、账号都告诉你，你开心吗？其实不开心。你这个回答我就挺好的。来，我们来看22号心动女生有没有留灯。刚才有2次快速灭灯的，第一次我记得就是那个不停的说分手，那最后一次分手我就没有回头了。因为这个原因灭灯的女生举手看一看，要解释一下吗？其实他提分手的原因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会经常不在意他所说的一些小事情，或者就是说没有及时回他消息，或者就是点的奶茶不是他的口味，他也并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但是他是会开玩笑的喜欢把分手挂在嘴边当做口头禅。17号。其实我想和男同学去讲，其实女孩子说分手，真的不是说真的是想分手，是更多的是向你撒娇，想让你去看见、重视她的情绪。像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把分手挂在嘴边的人。其实我很懂男生，如果听多了这2个字，你们会很厌烦。我觉得目前这个方法比较好解决的就是，咱们可以把矛盾敞开的去聊，互相去迁就，互相去交流，做出更好的磨合。特别好。其他女生有没有想要分享自己的想法的？10号。就像刚刚男同学讲的，可能你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一直跟你说分手分手，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她一直觉得说你不是很坚定的喜欢她？有很多小的点，你都没有跟他好好沟通解决掉，那这个矛盾像着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他就会越来越不坚定，说还喜不喜欢他？那你就要么就说，要么就是做，让他感觉到我在被爱，这个就很重要，而不是口头上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老是这样说分手。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就是最近几年有的感受。其实，男人生活在男人的一个世界、一种方式当中，女人是在女人的一种方式当中。绝大多数女人认可不停地提分手，就是对你表达的一种不满，这叫女人的方式。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诉求，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男性，不是说认可，甚至于不被他们了解。将心比心，男生开始一段恋情的时候，男人也要想，我和你在一起图什么？图你每天骂我50遍，一天哭3回，永远表达对我的不满。那我和一个女生恋爱的时候，我获得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当女人和男人现在是几乎交集越来越小的2种方式的时候，是不是要尝试着
让别人知道我的方式，同时你也要知道对方的方式，才能开始一段情感的，这是要共同来维护的一种关系。女孩子提分手，其实我现在细细想起老师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我心思不够细腻，没有捕捉到他们分手背后的所有因素，可能是很多事情，那些小事堆积到一起之后，是我没有处理好，才使他们提出了分手，但是我只看到了表层，才导致我们结局的分散。我叫陈俊普，今年23岁，来自四川传媒学院。如果你喜欢我，可以跟我联系。我最后讲一句，最近几年，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互联网短视频很多的平台，对于性别拉扯有无比大的兴趣。我们女生都是这样，我们所有女生，我们谈恋爱都是这样。如果你们不一样，你就是个怪物，你就是怪胎。我们女人都是这样的，不这样才奇怪了呢。好，男人有自己关心的一块，我们男人就是这样。我们跟那些女人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女人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声音被越拉扯越对立，而很多平台就特别喜欢这种对立，才能给它带来流量。我们是不是能够跳出自己性别固有的性别立场，去最大程度的理解另外一种性别，才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应该看到的东西。感谢港中正在高特别播出，幸福生活，智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想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jstv.com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a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资讯。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